苏院长，我想配合2位做好这台手术。医生，看一下我老婆，都晕过去了，不行了。啊，快来！我看一下。小王，苏姐，苏姐你怎么了？苏姐，来人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快来个人！苏姐怎么流血了？苏姐，医生有没有医生啊？快来个医生！苏姐，怎么样？好吧，你同意了？我可以留下这对连体婴，就当花钱买药。我也希望我接手的海城能更上一层楼。我是为了治病。我要业绩，你要人命，各取所需。既然你从中掺和，就要负责到底。什么意思啊？起码要建个团队来做这个手术吧。那么，你们必须在这件事上支持我。这什么啊？明星医生团队？嗯哼。花姐，你可想好了啊？就算我们同意，那林夫人他们能同意吗？只能等着了。今天召开紧急会议，我说3件事：一，海城在线 APP， 一款集网上挂号、手机支付、电子病历和医生排行于一体的便捷就医软件。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医生，每位医生点击进去都能查到自己的接诊率、成功率和好评度。跟外卖 APP 一样，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手术进度，手术完还可以点评打分，别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患者的点评进行参考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外地有好多医院都已经这么搞了，没想到海城也能跟上。跟什么跟啊？好的不学，净弄些个旁门左道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排行榜上，赵主任的名字排在最末尾。因为手术的失败率过高，所以我给标红了。3次标红，降薪处罚；5次就请主动离职。这都直接写出来了。夫人，你看这，院长，海城是一家医院，不是外卖。我们是民营医院。既然要商业化，就要商业的彻底。那就可以把所有的医生们架在火上烤吗？对呀。林副员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在这个排行榜上，您的综合数据是排名第1，遥遥领先。这个排行榜只会凸显您。我是为了全体的医生们考虑，毕竟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医生。这算干什么？这等于是把全部的压力施加在了医生的身上。
让所有的医生变成了疲于奔命的外卖小哥，长此以往。所以，除了惩罚机制，还有奖励机制。哇，年底分红，海外旅游哟，哎呦，还有分房，哎，这是要分房啊！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2，数字具象化，每个月科科室都要提交自己的数字报表，当然，具体的病例也是要写的，你们各自存留，我只要数字。没懂，他什么意思啊？看得懂病例吗？确实只能看看数字。胡来呀！医学怎么能光看数字呀3，明星医生团队计划。在国外，明星医生团队比明星医院更重要，因为高净值客户群体更关注主治医生是谁。顶级专家团队可以通过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最快地做出有效的医治。所以，在现有资源不足的情况下，明星医生团队是最快的能提升名气和收入的方法。哎，这就是在讲我们的林副院嘛，对吧？那谁不知道林副院就是我们海城的顶梁柱，对吧？总之，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，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。哟，郑哥和云哥这是要联手组合出道了。啊？我不同意，伍佰，你也不会同意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不选林哥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医术比他好，我长得比他帅。他手术做得很好，入职海城10几年，在 VIP 客户心中也很有威望。哟呵，你对医院的事还挺了解啊，我还以为你两耳不闻书外事呢。很简单，它是普外的，我对介入科的前景更加看好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可以为海城带来20%的收入提升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花儿姐，你放他一个人就行了，你放我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团队，以你们2位为首成立团队。成立团队？哼，他配吗？本医生可是北大心外的明日之星。看来这个明日迟迟没来。我成名那会儿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。看来贵圈的重勇确实挺多的。你说谁重勇啊？说你呢？够了，你们2个的被投诉率半斤8两，谁也别嫌弃谁。我不管，花儿姐，我不跟这个重勇组队。我不需要组建团队。你再说一遍，这种顶尖难度的手术，你真的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团队？很好，看来你同意了。那么你呢？我又不做手术，我肯定不同意。行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这个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要排也得是副院排第一。海城要发展新的明星医生团队，而郑医生用移12指肠联合切除术和肝癌晚期介入栓塞术，成功地证明了自己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以他为中心，成立团队，进行一系列宣传推广。我反对，你搞的那个什么排名排第一的是副院，那林副院来我们海城都15年了，他郑人才来几天，要选明星医生也该是林副院。好，我们就说排行榜。去年林副院长在海城确实是排名第一，为海城创造了12.3%的收益。他的手术成功率是89%，其中没有4级手术，3级也仅22例。这是郑医生之前在省3院的数据，手术成功率90.1%。
手术太多，我睡觉呢嘛，平均每天5台手术啊。真不行。90.1%。睡觉啊。对比很明显啊。年龄对比也很明显。副院，你讲句话呀。林副院，您说几句。既然是综合排行榜，要我说，只看手术数据过于片面了。海城有一位医生去年1台手术都没有做，但是病症诊断率接近于100%。老狐狸想拉我下水。来做手术的患者毕竟只是少数嘛，绝大部分患者来医院只是问个诊、拍个片、取点药。既然这个 APP 里有那位医生去年的全部数据，那就请医院长把它放出来看一眼吧。好。不是吧，云哥？我们去年看了这么多患者。什么疑难杂症啊，都往风湿免疫科打吧，那当然看得快了。我看海城要推选明星医生，苏云最合适。不管走到哪儿，总有人说我风度翩翩，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当明星的料。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，不，靠脸吃饭多俗啊，我要靠脑子。那人惊了，怎么着，哥们儿，你是想当科学家吗？我说不止，我还要靠手。那人就问，那是什么呀？朋友们，请回答我，脑子加手是什么？医生。没错，医生牛。智慧技术缺一不可，当然我还有脸。哎，脱口秀讲的也不错。如果海城医院想选明星医生，那当然是选我了，对吧？林副院太老，蹭人，哼，只有我是完美的。但是，我当不了，为什么？投诉率太高。看见没有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。这么高的投诉率意味着什么？所有的男患者对我都不满意。因为我的脸冒犯了他们，而另一半的女患者呢，则对我因爱生恨，也不满意。苏云，所有的医生放下了患者和手头的工作来这儿，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没事，您别着急，马上就要到重点了。所以我这个人呀，高风亮节，这个名额就让给证人吧。毕竟大家一看到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个明星医生。谢谢。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，户外和介入搞不定的手术，全部打给我。这是太快了吧！听见了吧？你们搞不定的手术，第一时间扣他；他搞不定的患者，留着我来。哇！夫人搞改革，弄了3条新规定，要把小郑打造成明星医生。他不配吗？小郑的医术水平确实可以，我不反对这条，但是 APP 排行榜那个真的不行，这等于把全体医生架到火上烤，哪能这么管理医院？这跟我没关系了。院长，老林，苏黎才是你的院长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
院长什么态度啊？看来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了，跟以前完全是判若两人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天欲弃王，必令其匡。急功近利，早晚出事，等着吧。干等着呀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，总不能真的被人淘汰吧？郑人，听说你要组建团队了。真好。每次看到你啊，都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他跟你一样，也是不善于社交，但他有个好老师，有个好朋友，他们可以帮他。郑人，你也需要帮手。那你的那位朋友，现在过得如何？我说错了，他没什么好朋友，也没有好老师。我们都不配。我累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老师，你好好休息。那你的那位朋友，现在过得如何？他没什么好朋友，也没有好老师，我们都不配。你们好。好，你们好。进。小苏啊，潘老，您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您可得常回来看看。你们搞得很好，我不能老来捣乱。海城需要您，永远都需要。你们现在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潘老，潘石海教授，是我们海城的第一任院长，也是海城的创办者。潘老，这是我们介入科新来的主任，叫郑仁。哦，脑部的手术就是他做的，普外出身，后转的介入，尤其是肝癌介入栓塞术，做得非常好。好啊，来了多长时间了？对我们海城印象如何呀？挺好的。啊，哈哈，一定是发现了很多不足，对吧？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年轻人，其他医院无法和海城相比，那就是机会。
我们尽一切可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，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一展所长。潘老是个特别愿意提携后辈的长者，桃李满天下。我个人不算什么，这是我们海城的光荣传统。相信我，年轻人，好好干。前途无量。潘老，哎，要我说，这位才是海城真正的明星医生啊！是啊，骨科大拿，当年就是有他老人家坐镇，无数患者慕名而来，海城才一下发展起来的。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，天天手术，从不休息。后来累出了一身病，做不了手术，就专心做院长了。是啊，没问题，送到急诊科吧。好的。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，天天手术，从不休息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别再来了行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再来了。多少年了，早都离职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李爱芳手术的时候，潘氏还在不在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小陈，陈彪的儿子。请进。苏院长，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为什么来海城？机会。机会。给新人机会，让学生一展所长。这是潘老的名言，也是海城创办时的宗旨。好，我会给你机会，我也正在给你机会。郑然，不要辜负我的厚望，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。世界第一。得，花儿姐，等着看吧，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。这两个家伙。那么
么今天的直播暂时就到这里啦，晚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，记得点一点关注，晚上会有超多福利送给大家，拜拜。公司要求5点之前必须赶回，晚上7点的直播不能耽搁，所以我们今天先简单做个咨询，要是查出什么问题的话，直播完再说吧。是去海城医院吗？必须的，见个男神嘛。是啊，好久没见苏云学长了。哎，月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月轮到我到急诊值班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月姐来了急诊，我们这真叫一个蓬荜生辉，再苦再累都值得呀。当然，自从我们急诊有了云哥，漫长的夜晚也没有那么难熬了。哪儿来的？哎，月姐，你来就来，你还买什么水果啊？不是我，张炫雅送他的。啊？张炫雅，韩国人吗？进。Hello， 学长。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来，小周来，快搬把椅子。哎，先坐，好。谢谢。坐。哎，我可经常在手机里看到你啊，怎么来海城医院了？过来看你啊，顺便看个病。哟，怎么了？尿血，但是没检查出来什么结果。尿血？嗯。我看 CT。多长时间了？有半年了。影像很标准，没什么异常情况。血尿一段时间以后，有吃什么特殊东西吗？啊，这个是我姐的食谱，她每天吃的都是一样的。呵，水煮西兰花，水煮秋葵，红豆汤，这挺健康的呀。食物来源能确定吗？其实别的医生也是这么考虑的，所以从2个月前开始，我就跟小花开始吃喝一样的东西了，但是我依旧有血尿，她什么事情也没有。病历我看看。学长，我去下洗手间。你先去。嘘。哟，大明星来了。哟，钟哥。哎，目前关于连体婴的资料我都看完了，体量太小，无法手术。是，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所以决定改变喂养方案。方案我正在做，做好了之后发到你邮箱。好，辛苦了。大明星，来都来了，来帮我长长眼。回来了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医院的明星医生郑仁郑主任，这是真正的大明星，口红女王张炫雅，我学妹。你好。你好。详细说说病史吧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大概从半年前开始就偶尔有血尿的症状。刚开始我以为是例假没走干净，所以就没在意。医生也说让我多休息一段时间，但是我行程实在是太忙了。虽然医生也说没什么事情，但是血尿的状况一直不见好。我现在每次上完厕所以后都很害怕看到血。给我你的盆腔 CT。你笑什么？我猜你怀疑他尿频，因为尿常规里面没有白细胞的痕迹，所以你才看盆腔 CT。结果看完以后发现他的尿路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这很好笑吗？我要亲眼看看你的尿液样本。为什么？他是个耿直不爱，他怀疑你样本作假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往心里去啊，这在医院是很常见的。没怀孕的骗对方说自己怀孕了，有病的说自己没病，没病的想请病假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你不会这样。500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提供的。我再去个洗手间。还能去洗手间？看出什么了吗？500。2位医生要是还没看出来什么，我先去个洗手间啊。你先去。
尿频。你去卫生间的次数太多了，如果是这样，考虑是尿崩。你们笑什么？郑医生，女孩子去洗手间不一定只是上厕所。那做什么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比如说补妆、补口红。口红。问题就出在了口红上。自从我进来这么一会儿，你去了2次卫生间，涂了2次口红。好像是的。口红里应用最多的着色染料是溴酸红。没错，使用过于频繁，导致的溴酸红先吸收入体内，然后随着尿液排出。我记得你直播里最高一次记录是试了100多支口红。那是工作。工作时候也就算了，怎么平时还涂啊？我想让自己气色看起来好一点。回去素颜3天，你的尿液颜色应该会改善。那不用吃药吗？根据化验检查，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，这说明着色剂的成分损害不大，高频率使用口红的时间也不算长。但不能这么频繁的使用下去了，不然真得住院了。知道了。姐，咱还有场直播，要不然先撤吧。我送你。谢谢医生。阿月现在还好吗？2次海默嘛，治不好的。要陪他就没工作，不工作就没收入。不过这2年已经好很多了。你一直很坚强，要加油啊！学长，我听说你不再做手术了。主播的生命力很短，但其实主刀医生也一样，巅峰期就那么短短几年。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人，所以你一定也是。加油哦！走啦。多保重。拜拜。Hello， 学长。竹里头，你什么表情啊？云哥，前女友啊？什么前女友啊？别瞎说啊！普通同学而已。普通同学，你这么关心人家，眼巴巴的给人看病啊？不，你在医院不眼巴巴的给别人看病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人家非常励志的，单亲妈妈在街角做裁缝，供她上大学，结果得了阿尔茨海默。当时她才大1，为了给妈妈看病，放弃学业，在家搞直播，才一点一点变成了现在的口红女王。云哥，你说起她的时候，满眼的怜香惜玉啊！行，来，进屋，我给你看看舌头。哎哥，不是，吃瓜吧啊！下一支呢，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支颜色，它的颜色呢是一支豆沙中里面带着一点点微微的粉调，是一支日常通勤还有学生党素颜都可以使用的颜色哦。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手臂试色。这支颜色涂在我的脸上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？它是一支上脸超级好看的颜色，所以会让我整个人显得容光焕发、精神百倍。姐妹们赶紧去冲它！面对压力要有自信，再接再厉，永不放弃，买它！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支吧。学长，主播的生命力很短，但其实主刀医生也一样。我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人，所以你一定也是。加油哦！
海城急救中心。什么情况？患者肚子疼，半夜吐了，晕倒在厕所里。他女儿很害怕，打的急救电话。小妹妹，别着急啊！你不能进去，姐姐在这陪着你。不会的。赵主任，起床！什么情况啊？患者41岁，半年前突发腹部剧痛，间歇性停止排气排便，反酸呕吐，且持续发作。半年了，怎么才来呀？他多次去就近的医院进行了肠胃减压、口服泻药、灌肠通便、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，但一直没有查出病因，而且反复发作，半年内足足瘦了30斤。拍片子了吗？拍了，但是片子还没有。地出来了。具体的症状呢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，但是现在从片子上啊，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病。片子看不出什么病。哎，对 ，CT 是下腹，那个长腔啊，看上去啊，细的跟线丝一样，白花花的一大片。那个，我给证人打了电话了。你都给证人打电话了，你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呀，万一年轻人他要做不下来呢，您还能过来救个场呀？现在我知道了。郑哥来了，苏云呢？联系不上，打了800个电话没接。你看看这个。